准备好了吗？不用担心，手术很快就会结束了，不会用很长的时间。其实我没那么勇敢，只习惯用微笑武装。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。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，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吵死人了！太太，天都还没亮，你那么早起来干嘛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今天我要上法庭，你忘了？那也太早了吧！我看法官大人都还没起来呢。总不能比法官大人晚到。如果我早点到，还可以预习一遍。马姐啊，记得叫 Olive 早点起床，早餐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在厨房。记得叫他把饭盒带去学校，还有蔬菜汁，叫他一定要喝完。如果我看到你帮他喝蔬菜汁，我就会每天罚他喝2杯。放心吧，太太，我不敢了。我上去准备一下。好。阿福早，马姐早，太太马上就出来了。阿福早。太太，车子已经洗好了。
我先走了。再见，太太。阿福，吃早餐了吗？哦，吃过了，谢谢。阿福，快速公路发生了车祸，走小路吧，快8分钟。一般人对法院能避则避，很少有人像太太你这么期待。对了，昨晚老板在哪里过夜？哦，他忙到很晚，直接在公司睡。那他今晚有什么安排？我暂时还不知道。今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，我在餐厅订了位子，晚上7点半，你帮我通知他。知道了，太太。阿福，审讯应该没这么快结束，审完了我再打给你。好的。如果今晚老板不能来，第一时间通知我，我不想白等。知道了，太太。哎，老板，你起来了吗？要不要我现在过来接你？你给我点时间啊！刚才太太有问昨晚你去了哪里？知道了。美琪，这里就是法庭。妈，这里很大，很漂亮哎。法庭是很庄严神圣的地方，待会律师们会在这里进行辩论，努力的说服法官相信自己的说法。辩论？辩护律师要证明被告是清白的，而检控律师则要证明被告是有罪的。那被告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？法官要相信谁呢？那就要看哪一方的说辞比较有说服力啊。所以说啊，被告的命运其实就掌握在律师们的手中。律师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。妈妈喜欢律师，那我长大后也要当律师。美琪，你要记住，做好人清白，送坏人坐牢，这才是一名好律师的职责。我会好好用功读书，将来成为一个好律师。汤美琪女士，请问你和我的当事人是什么关系？ Tracy 是我的好朋友，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认识了多久？大约1年前，我们在瑜伽课认识的。那你觉得我当事人的为人怎么样？他非常友善，热心助人。你有没有见过他家的非籍女佣呢？有。Tracy 经常带 Pia 上我们的瑜伽课。请问你会怎么形容我的当事人和 Pia 的关系呢？ Tracy 和 Pia 相处得很融洽 ，Tracy 对 Pia 就像家人一样。可以请你举例具体的说明吗？ Pia 的瑜伽课的学费都是 Tracy 付的。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这么做的动机呢？ Pia 离乡背井来到这里工作 ，Tracy 怕他一个人在家会很闷，让他出来透口气。那你觉得我的当事人会不会做出聂佣的行为呢？绝对不会，
我相信 Tracy 的为人。汤女士，你刚刚说你跟被告是好朋友的关系，那请问你们除了一起上瑜伽课以外，是否还有进一步的来往？我们偶尔会约出来吃饭。像这样子程度的来往，对你来说就算是好朋友了吗？如果真的是好朋友的话，相信你们一定会互相倾诉心事。那被告是否曾经向你透露过他最近的烦恼？有。他说了什么？我觉得他告诉我的事情，跟这个案子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证人，请如实的作答，无需发表个人的意见。被告所告诉你的事情是不是和本案有关？本席自有定夺。她说，她和她的丈夫最近有一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她怀疑她丈夫有外遇。那被告是否知道外遇对象的身份？不知道。汤女士，你又是否知道被告夫妻上个月吵架，甚至有肢体上的冲突，引来邻居报警？我没有听她提起。所以你对被告的了解也只是很表面、很粗浅的认识，而并非你所说的好朋友的关系了。我从刚才问答过程中，我们看得出来，证人对被告的私生活和个性了解并不深。试问他的供词又怎么能够作为参考？况且他从未参与过被告的家庭生活。我是被告的品格证人，只需要陈述我对他的印象。至于我有没有参与过他的家庭生活，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。在此提醒证人，你不是律师，请不要一再发表个人的意见，影响审讯的进度。对不起啊，帮不上忙。你别那么说，我很感谢你肯为我出庭作证。你觉得我会被判有罪吗？我不是律师，我真的不能回答你的问题。可是你是读法律的，应该心里有数吧？你放心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我是不是会坐牢？皮亚出事入院那天，你们家里只有2个人，你老公也刚好出差，再加上他一口咬定是你虐待他，而且他身上的确有被烫伤的痕迹。这全都是他自导自演的。他装病，我一番好意让他回房休息，他却指控我说我把他锁在房里。他身上的伤痕肯定是他自己造成的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因为如果我坐牢，他就可以跟我的丈夫双宿双栖。你老公外遇的对象就是皮亚。美琪，我真的很不甘心，我没想到这女人那么的狠毒，可我平时对她那么好。你不要激动，其实他对你的指控也只是他的片面之词，所以最多也只能算是旁证。只要陈律师可以证明他有说谎的理由，就可以推翻他之前的供词。这案子到目前为止也少了关键证据，所以他未必会赢。你仔细想想，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？米奇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是无辜的。君豪，你醒了？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你为什么那么傻啊？我知道我不该给你带来麻烦，可是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你。我根本不该爱上你，不该破坏你的家庭幸福。不要想这么多，医生刚刚帮他洗了胃，你要好好休息的，你是不是不想再理我了？你再给我多点时间，我要好好处理我们之间的事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不要再做傻事。
你吃吧。谢谢。可是你每天都把便当给我吃，你不会饿吗？我不饿，你吃吧。你妈妈真厉害，做的便当好吃又漂亮。我妈只会给我带面包和饼干。Hello， 简嘉晴，你看这个是不是你爹地呀？无聊。干嘛？不敢看呐？没想到自己的爹地是这种人。喂，你不要太过分哦。哎呀，他的爹地妈咪都很能来的，我看呐，他可能不是他爹地亲生的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人家讲的是事实嘛。你爹地做的事，你竟然不敢看？哎呦，哎，我手机！你丢我手机，我现在去跟校长讲。谢谢。谢谢。不好了，表姐，这件衣服很好啊，帮我包起来，谢谢。你还有心情选衣服？你老公真的太过分了，你自己看。给我叫来！来啦！我你推我，表姐，你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？你表姐夫没做错什么，他跟别人在酒店房间光着身子，你还说他没做什么？他连对方的名字都已经叫出口了，你还想逃避？可能是一群人出去玩，喝醉酒在胡闹，你别小题大做了。我不知道你是在骗我，还是你在骗你自己。你难道想要亲眼看到他跟别人在床上翻滚，你才愿意认清事实吗？今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，我会约他吃饭，到时候问个清楚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影片已经在网上疯传了，你还有心情跟他庆祝？你没有想过，万一被 Olive 看到了，他会有多难受？公司叫我赶回去，你老公的新闻今天晚上一定会上娱乐版头条，你自己做好心理准备。莎莎，他最近好吗？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为什么你不自己回去看他？都那么多年了，还有什么事情是放不下的？你们两母女到底要冷战到什么时候？有空的话，就记得打个电话回去。阿姨年纪不小了，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来后悔。先走啦。Olive， 你今天为什么会跟同学吵架，还扔人家的手机？告诉妈咪。老师不是都告诉你了吗？为什么还问我？无论怎么样，你不应该这么做。如果朋友欺负你，第一时间告诉你的老师，不要理他们。不如这样，你的生日快要到了，妈咪请你班上所有的同学，还有他们的爹地妈咪跟你一起庆祝。到时候我找个机会，跟那位同学的爸爸妈妈好好谈一谈。我要。妈咪这么做只是希望你可以把问题说出来。我们互相了解，以后你就不会跟同学吵架了。那个 video 是不是真的？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小孩子，不要问那么多。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为什么每次问你东西你都不讲？你跟爹地的事，我为什么不可以知道？太太，有记者。刚才是跟谁在房间里啊？我电脑房间里啊！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。Olive，
Olive， 开门好吗？你把他们送回家了吗？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他们回到家了。刚才有记者想要访问太太，我把他们赶走了。还有啊，老板，你喝醉酒的视频已经被流传上网了。什么视频？就是那天你帮 Ella 庆祝生日 ，Ella 拍的。老板，外面有记者。你告诉我干嘛？去通知王院长，叫他解决啊！是，老板。他老婆看到那段视频，真的会主动跟他提出离婚吗？放心吧，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先这样，再联络。怎么啦？你还在生我的气？你入院的事情，我可以当在医院里面耳不中多，走入风声。那段影片，你怎么解释？都怪我一时大意，把手机给弄丢了，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，对不起。你该不会怀疑是我做的吧？我知道你最讨厌人家在你背后搞小动作，平时在公众场合我都很小心，连你的名字也不敢提。外面的人怎么看我，我都无所谓，只要你懂我就好。但是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，没想到你居然怀疑我。没关系，不重要了。今天是你和你老婆的结婚周年纪念，你别管我了，你还是早点回去跟她庆祝吧。你怎么还不离开？我留下来陪你。简太太可以上菜了吗？晚餐帮我取消，红酒不用寄存了。好的。美琪，好久不见。哦，是啊。还好意思说啊？每次同学聚会你都不出现。你自己一个人来吗？美琪，这么早就到了，是我约美琪过来的。是啊。我想给大家一个惊喜。太好了，没有想到还有神秘嘉宾呢。进去聊吧。走吧。谢谢。刚才谢谢你帮我解围。不客气，小事。今天是我和我老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，他刚好忙没空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刚才我觉得有点难为情，才会。时间还早，去庆祝吧，我们改天再约。他应该还在忙，今天庆祝不了了。再怎么忙，周年纪念也应该陪太太一起过。工作比较重要。别说我了，10年不见，你好吗？刚才太多人，没时间跟你聊。こんばんは。刚才你走进来的时候啊，我还以为自己认错人了，真的是你啊，安生啊！哇，你现在看起来呢，比较稳重，比较成熟了。安克利，我是10多年前来这里打工，要是长得一样，那还得了啊？说的也是啊，我也是从一个小昂哥变成一个老昂哥。你啊，我明明记得在哪里见过面，就是叫不出名字来。让我再想一想。不好意思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去准备一些小菜给你们下酒。不用客气了，我们都吃过了。要的，慢慢聊。其实我刚回来不久，之前在英国生活。
我刚才听到他们提起，你为什么会决定回来？突然想回来就回来了，毕竟那边再好，也不是自己的地方。那你有没有打算再回去啊？暂时没有，我找到工作了，在 M&E。M&E 律所，规模蛮大的，而且办了很多大 case， 你在那边发展一定很不错。其实你离开这行这么久了，还会留意这些啊？偶尔翻一翻新闻，也没有特别留意。虽然一直没有联络，但我有从老同学口中听到你的消息。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他们说你毕业之后在 Calvin and Partners 当实习律师，后来怎么没有继续啊？当时我遇到了老公，后来怀孕了，就结了婚。那现在孩子长大了，有没有想过重回职场？我老公的父母亲比较传统，希望我待在家看着孩子，我也服从他们的意愿。蛮可惜的，我一直都认为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律师。每个人的机遇都不一样，虽然我没有机会发展我的事业，不过至少我有时间看着我的孩子，做一个正直的妈妈。菜来了，菜来了！我终于想起你是谁了，你就是当年常常跟在安生后面的小妹妹美琪，对吗？你也在店里帮忙过一阵子的，直到你那位凶巴巴的妈妈杀到店里来呢，硬把你带走，之后就没有看到你了。哇，你们还是这么的恩爱，应该结了婚了吧？啊，真的不够意思，也没有请我喝喜酒。安凯丽，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？我跟美琪也是很久没有见面了。那就叙叙旧吧。不好意思，哎，多喝多喝多喝。当一名律师，生活应该很精彩吧？我记得以前我们对于我们的未来是充满憧憬的，希望可以尽快毕业，尽快接到 case。那时的我们太天真了，不过那个电视连续剧也演得很夸张。其实律师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职业，不枯燥，那也真的没有很有乐趣。是吗？我记得我实习的时候，觉得当一名律师很有趣。我在这行这么多年，对很多事情有了不同的看法。其实法律也有它的现实面，我们当律师的，就只能按照游戏规则走。一转眼，你已经当了一名真正的律师，不再是当年那位身兼2份工作，虽然经常挨饿，但是天天还是充满理想的苦学生。其实你也变了很多，不过有一点没有变。是什么？还是习惯压抑自己的情绪和想法，报喜不报忧。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开心，或者对生活现状感到不满的时候，说出来会舒服一点。你怎么把我形容得像深宫怨妇一样？我觉得这样的贵妇生活，不是你想要的。我很幸福，很快乐啊。喂，太太，我到了。好。我的司机来接我了，我先走了。今天跟你聊天真的很开心，下次再约。我也很开心，再约。晚安。晚安。
阿福，你是不是有话想说啊？没有。你知道老板去了哪里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啊？哦，沙巴有一间投资家有意思跟老板合作，老板临时飞过去跟他们洽谈，所以才没办法跟你庆祝周年纪念。你每次都需要帮他圆谎，你不累吗？老板说你和奥利很久没有出国旅行了，他特地吩咐我买了2张机票，让你们在这个周末到马尔代夫度假。我想去一个地方。妈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刚才怎么可以这样做？你胆子也越来越大了，竟然瞒着我在外面打工。你有什么可以好好问我啊？你知道刚才有多丢脸吗？你也知道丢脸了，那你跟我撒谎的时候，不觉得丢脸吗？我现在没有给你钱交学费啊，干嘛要跑到那种地方去打工，还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？什么那种地方？它是一个正常营业的餐馆，而且那些人不是不三不四的人，他们是我的朋友。我只是想要吸取一些社会经验，这样有错吗？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古板？我不要跟你争论了。总之，我不要你浪费时间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。如果你想打工，就来我学校上班了。妈，我已经20岁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这样控制我？我快被你逼得透不过气啊！20岁又怎样？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什么。我已经帮你计划好一切，你只要跟着我铺的路走，就绝对不会有错。谁说我不知道？我不清楚要什么？我清楚得很，我要走我要走的路，我要过我想要过的生活。够了，我不要跟你做这些无谓的争论。明天你就从宿舍搬回来，要不然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。阿福，回去吧。美琪 ，Tracy，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啊？现在，如果他们怕我坐牢，我也不在乎了。可是，我不能没有了我的丈夫，他要跟我离婚。美琪，你帮帮我，你帮我告诉他，为了他。我会改，只要他不离婚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他做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不要脸？没有用。不，我知道，为了这段婚姻，你付出了很多，不是说放手就可以放手的。结婚以后。我一心一意当个好老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家庭就是我的事业，也是我的全部。
没有了家庭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孩子那么小，我不能离婚啊。米奇，我的朋友不多，现在只有你可以帮到我。我求求你，你帮我劝劝他，叫他回心转意，好吗？谢谢你，张先生。如果你的冷气机还有什么问题，你再联络我们。好，谢谢你。张先生，你应该知道 Tracy 为了你跑去自杀，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他？我的家事不需要外人来管。我这个外人都会担心 Tracy， 你是她的老公，你怎么可以不闻不问？如果当初他对我多一点信任，事情也不会搞得这样子。明明就是你，明明是我跟女佣搞外遇，是吗？这种话你都相信？这都是 Tracy 自己在幻想。他怀疑我就算了，居然还虐待女佣，你说这女人是不是疯了？如果真的是一场误会，你可以好好的向她解释。事到如今，已经没有什么好解释了。我们在一起那么久，我是怎么样的人，他应该最清楚。夫妻之间如果没有信任的话，那勉强走下去还有什么意思？你就当做是为了你们的孩子。我就是因为孩子，才决定跟他离婚。我不想我孩子在这种环境中成长，父母感情破裂，最终受伤害的还是孩子。长痛不如短痛。简太太，如果你觉得生活无聊，你可以去找其他消遣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插手我家里的事。你就给 Tracy 多一次机会，去看看他。不是我不给，而是我真的累了。有些事情我也无能为力。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专业人士的帮忙。你看了，你就会明白。至于你要怎么处理，你自己做决定。请你别再来找我。眉毛都快连在一起了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没事不能找你吗？我当然很乐意陪你喝咖啡聊天，可是现在的你看起来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。如果李先生，一杯咖啡，谢谢。你先说吧。如果你无意中得到你朋友犯罪的证据，而不把他交出来，算不算犯法？知情不报当然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，严重的话还会被判坐牢。你在纠结是不是要举报你的朋友，对吧？这么浅显的法律常识，你根本不需要问我的。你约我出来，无非是想让我推你一把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去吧，去做你觉得是对的事。对方是我的好朋友，她怀疑她丈夫和女佣有染。里头是他虐待女佣的证据。如果我把他交给控方，他一定会被定罪。我不想看到他有这样的下场。我知道他所做的是错的，可是我不是不能理解他的心情，更何况他现在因为自杀，人还躺在拘留病房。还记不记得在学校的时候，教授是怎么教我们的？不要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在涉案人的身上。你对朋友的遭遇感同身受。但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你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个体，尤其是涉及触法的事情，你必须要保持客观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可是幸福的定义是什么？勉强维持一段貌合神离的婚姻，或者是以自杀来挽留一个已经要离开的人，这样算是幸福吗？与其拖泥带水，不如斩钉截铁做一个可以争取你幸福的决定。要面对还是要逃避，选择权在你的手上。
美琪，你要记住，做好人清白，送坏人坐牢，这才是一名好律师的职责。与其拖泥带水，不如斩钉截铁做一个可以争取你幸福的决定。要面对还是要逃避，选择权在你的手上。莎莎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是莎莎阿姨，你人小鬼大，小孩子哪来那么多烦恼啊？为什么你们每个都把我当成是小孩子？因为我什么都不懂。Olive，Daddy 和妈咪是不是已经不爱对方了？他们是因为我才勉强一起住的，对吗？有时候我宁愿我自己是个孤儿，就不用那么烦了。你这个傻瓜！我等一下再打电话给你。莎莎，莎莎，表姐，独家消息，有没有兴趣？你先生醉酒的影片在网上流传，请问这件事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？如果我说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，大家一定不会相信。不过，我选择相信我老公。言下之意，就算你亲眼看到了那支影片，你并不认为他有外遇。其实影片是几个月前拍的，当时公司刚好推出一项以单身女性为目标客群的计划 ，Ella 小姐刚好就是这项计划的代言人。可是 CEO 裸着上身和代言人在房间喝酒。其实当时房间还有其他人。当晚我老公刚好在酒店办庆功宴，结束之后还是有很多人觉得玩得不够尽兴，我老公才会开一间房间给大家继续喝酒庆祝。记者朋友们可以前去查证。我和我老公结婚这么多年，他的性格我很了解。再说以他的条件，会遭到狂风浪蝶也并不稀奇。我只能说，我会尽我所能，捍卫我的婚姻。每一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，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，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，要勇敢往前走。